今天我们还是会用那个留白的缠绕哈，那我会用到彩色铅笔，然后今天教大家运用彩色铅笔来做一点小小的变化。我们等一下就直接用水溶性彩铅先来做一个留白的动作。这个你如果没有水溶性彩铅的话呢，你用铅笔也可以，等于说是你用灰色的来做留白。OK，其实留白缠绕这一个画法，我蛮久之前哈就已经有画了。上次的直播有跟大家分享我之前的那一张蝴蝶创作椭圆形纸砖的那一个。那我不是很常用这种画法啦，因为其实我觉得缠绕真的是一个很百搭的绘画方式哈，有好多的方法都可以运用到我们的日常创作之中，所以一直都在玩。然后就怎么说呢？就觉得时间不够用，各种各样的创意一直源源不断哈，这个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缠绕把我的这个创意天线打开了。其实创意这种东西内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需要的是一把钥匙去把它打开。先来剧透一下，我这一周这10天来我画了什么？其实最主要还是现在正在进行的 Inktober 的活动嘛那 Inktober 现在已经15号了，算是已经进行到一半，刚好是在中间的时间。那今天我晚上8点的时候已经公布的是这一个影片哈，就是这一个。那其实我目前的进度还算 OK 吧，这是15号，这是16，拉过来一点。然后17、18、19，会遮住了，19、20、21 ，OK。好，那从20对，21、22，好，这一张就是今天画的。那我从21号开始，我换了一个这个颜色的纸砖哈，绿色的，草绿色的，我经常会用不同颜色的纸砖，其实，纸砖的颜色变化也是创意变化的一种。那每次用不同的纸砖，它就会激发出不同的工具的使用方法，你就会觉得我的作品真的是非常多变。那每次在画这些的时候，也会感到很快乐，因为真的会有好多惊喜的东西会出现，就会心里感到很开心。那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自己有时候这个画这些有任务的东西，画久了就会想要，自己做一点创意。就是我在画腻的时候，那我就不想动了，我就去画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那这个是一张剪纸缠绕。因为，其实我画剪纸缠绕已经画了蛮多的创作了哈，那很有兴趣，因为它跟我平常的那种风格不是很一样。你看我们这种平常的，我是会比较清淡的那种感觉，小清新的。可是这个就是比较浓墨重彩的，颜色比较鲜艳，比较鲜亮，有时候也稍微转换一下心情，会感觉到，不一样的一个创作方式。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变化。我打算在11月份我要开的一个工作坊，那个应该是我有点想做的是什么透明纸砖。那透明纸砖其实画起来，需要一点特殊的技巧，跟平常画的不是很一样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很快速的描一下，这个用塑胶袋装起来了因为我怕我把它弄坏掉。还有一张是这个，所以它会是两面的它有一点透明的效果。那你看我还是剧透了，好玩吧？我自己玩得很开心所以正在研究我的教学方法中。那我先跟大家说，我用的是普通的白砖哈。那我准备的彩色铅笔是这一个，好，这个是施德勒的这一个牌子，好，它这个叫做 Tinted Watercolor Pencil 水溶性彩色铅笔。那这一组的
特色是怎么说呢？它的颜色哈，是稍微有一点点是比较偏莫兰迪色的，因为它里面都带一点灰。它这边有一些，颜色的范例啊，应该还可以。那我是很喜欢这一组笔，可是我用的不多，因为其实它蛮新的，这是我今年7月那个文具展的时候买的。我关注他很久了，这也是看一个美国的缠绕画老师推荐的，他觉得这一组很好。哦，那我你看都还这么新，都尖尖的，几乎没有怎么用到。好，但我会使用的是蓝色跟紫色吧，蓝色跟紫色，对。哦，那你们可以选择其他的色系都可以。好，我们上次画的作品呢，我们是用铅笔画了一个心形，那我们今天要用的是，水溶性彩色铅笔，我们要画的是星星 star。好，大家可以先在纸上练习一下哈，普通的纸稍微练习一下。我们这个星星最好是稍微胖一点。不要太瘦，不要太尖，因为你如果太瘦太尖，你留白下来，你就会不那么好看。稍微大一点，这种胖胖的会比较好画。OK，好，那我现在拿的是蓝色哈，深蓝色。好，我们直接用彩色铅笔，我们可以稍微的，就是画一下，就跟平常的画法一样哦。我们就4个点，我们要框一个范围出来。OK，好，那我先告诉大家我要干什么，我要画3颗星星，它就会像这种天上的流星这样子跑进来，也不用啦，也不用流星，就是有3颗星星在这里面，所以这边会有1颗，我们可以用铅笔来辅助。你可以先把那个位置先把它框出来。我有1颗大概在这个位置，稍微大一点。好，然后这边再1个，在这边再1个。所以1、2、3颗星星，然后大、中、小这样子把它画出来。好，那就记得就是星星稍微胖一点会比较好看。直接用这个水溶性彩铅去画哦。宁可一开始就画大，因为画大你可以改小。你如果画小的，你要放大，那就比较难救。稍微转动一下纸砖哈，我们这个星星不用说很规整的同一个方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在画画的时候，其实我很刻意在避免那种尖锐的地方。你看我这个星星的角都是圆的，就喜欢圆滚滚的东西。好，那这边再画1颗。好，那我现在把我刚刚画圈圈的那个铅笔先擦掉哦，不要影响到等一下要用水笔。就在这个外围哈，因为这一支水溶性彩铅，它的特性是只要稍微画在纸上，不用画得很用力哦，它其实溶开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就用稍微轻一点的力度去在旁边把它画一画，这样不用涂满。你看这个3颗星星就是我们要留白的部分。其实这种处理方法等于就是我们在给纸砖染色。你如果不用蓝色系，用其他色也是 OK 哦。你用绿的啊，或者是红的都行哦，没有一定。只是我个人还蛮喜欢蓝色系。然后我今天这张纸砖，它表面好像有一点点纹理，所以看起来会有一点一条一条的感觉。
那刚刚我说我要用蓝色跟紫色嘛，现在我换紫色的，紫色就很随意的在里面就加一点紫，那当然就是星星里面就不要画到。其实这个做法就是让那个蓝哦不那么单调，就稍微有一点颜色的变化。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颜色就晕开，那就注意啊，我这个里面已经装了干净的自来水啊，那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星星的边缘。哦，我刚刚有说这一组彩色铅笔它本身就是带一点灰的颜色。好，我们这个时候在画星星的边缘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修正的机会。哦，你如果刚开始画的那个形状不特别满意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做一下调整。好，那这些你看我之前有下了一点紫色，所以这边表现出来就会有蓝紫色的效果。哦，这边就慢慢来，不用急。紫砖染色有很多不同的工具跟方法，哈，这个是其中一种。那在我的频道里面有很多影片，也都有紫砖染色的示范哈，大家可以慢慢的去看。一般来说，我们在画缠绕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你要用好一点的纸。当然啦，官方纸砖非常的好，那个是意大利法比亚诺纸厂所出的。那白色的纸砖它就是全棉的纸砖，哈，所以它摸起来感觉会比较软。那并不是说一定要用官方纸砖，因为我知道官方纸砖很贵，现在好像一张要20块吧，还是25，反正很贵。当这个东西很贵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觉得有压力，对不对？我也会啊，我觉得哎呀，一张纸那么贵，吓死人了，就这么巴掌大的纸。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使用一些替代的纸砖。那像我就经常是自己剪纸砖。哦，那你如果说你也想要自己剪纸砖的话，白色的哈，我推荐大家可以去虾皮上买就有了。有一个中国出产的水彩纸品牌叫做宝红，宝贝的宝，彩虹的红，买细纹的300克，很好用，真的不骗你，热情推荐。因为它是水彩纸，然后又300克，其实300克已经蛮厚了，然后就它能够 hold 得住，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用水彩哦，这个其实已经算是水彩的意思了，就是有用水在我们的纸砖上面，比较不会皱皱的，效果也比较好。那它也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绘画笔具，自己剪就可以。你看我们光是在染这个紫砖颜色就花了一些时间哈，等一下还要等它干哦，所以不要弄得太湿。你看这边有一些染的不均匀，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等一下要在上面要画图样，OK 的。好，好，这种自来水笔哈也非常推荐拥有，因为它很好用，即便灌水以后，你只要捏一捏，那个水就出来了。然后清洁的话，就稍微再把水挤出来，然后在卫生纸上面擦一擦，就干净了。那我这个是因为其实用了蛮长一段时间了哈，那这个笔尖
有一点染到颜色了，这样子。这个很好用，有各种不同的大小笔幅，我是买了一堆，好几支，品牌不限，每一种品牌都好。OK，好，现在它有一点湿湿的哈，我先让它放在一边干燥。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好，我们这个暗线哈，它这个是像一个这个绳子一样，那我们其实就参考吧，先不画，先不画，我们先来直接看图样，看有什么图样。好，这个 Francas 这个应该是官方图样吧。好，这个图样就一开始也是，等一下哈，要有一个范围吧。先开始就是画一个米字形，那你这个米字形不必是很端端正正的写一个米字啊，你可以像这样子有一些弧线都没有关系，有一点弧度。好，这个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是我们要在里面画一个光环线，这个三角区域画一个光环线。好，然后在里面的话，就相对来讲就很简单哈，就是像这种，就黑白黑白，那当然就是我们可以用加粗的方法把它画起来，稍微画一些圆弧，黑白黑白的这一个哈，它是这样子平行的线条，是这样子的不是这种月牙形的，这两种是不一样的画出来效果会不同。这个图样比较偏这一种的，好吗？当然你要画这一种也是可以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你自己喜欢就好。那其他的部分我就不画了哈，因为是一样的。那用带针笔，好，带针笔我用的是 Pentel 的 Point Liner，0.1黑色的，我换了一支新的，上周那一支已经被我用到出水出不来了，好，那我这个就放在这个角落，好吧？那就来一个米字形，记得碰到星星就要跨过去啊。好，我这边不画过来，因为我会觉得它太小块了。好，画一个光环线。好，然后就画这个圆弧。好，那我们可以先画这个线条出来，等一下再一起涂黑。这个让我想到完全就是像蜘蛛网一样，对不对？我这边要穿过这个星星，要拉出来一点，制造一点戏剧效果。正好10月份是有万圣节，对不对？其实我最喜欢的西洋节日就是万圣节。好，我们可以，你直接用01来涂黑也可以哈，或者可以找比较粗的笔幅。我一般涂黑，我喜欢用这种 brush 的笔哈来画，会比较快。或者是就是说，我们可以用 brush 为主，然后等一下用那个
01的来做辅助哈，就是01来修正，补这个细节，然后 brush 先把大面积先画下来。有一些细节哈，就必须后期再慢慢的去把它做补充。有的同学会觉得就是说自己画的作品不够细致哈。其实细致这种东西，就是你要慢慢画，不要着急，不要随便撇两撇你就画完交差。缠绕画的关键字是慢，慢慢画，不要着急。当你画得慢了，你就可以慢慢的注意到有哪一些细节可以去调整。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缠绕画方法里面有一句话叫说一次一笔画。对呀，一次一笔画，慢慢来就好。这两天我看了一些文章，有在讲关于怎么样好好爱自己，其中就有一条就是每天能够给自己一段时间哦，就算只有5分钟也好哦，只有5分钟或者1个小时哦，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让自己静下心来，沉淀下来。缠绕画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在座的各位，在教室里面的各位，你们都很棒，都有爱自己，你们来画缠绕就是一种爱自己的表现，对不对？这个图样还有点可爱，我好像画过一次，蛮久之前。这个也是一样官方图样。好，它是一个格子状的图样。这个官方的画法是我们要有一个像9宫格一样哈，我先用铅笔来画起来哈。铅笔是我们的好帮手，它可以帮我们做辅助哦。怎么画这么歪？好，那它会在这个位置哈，就是9个点的地方，会画出9个菱形。我们借由这个菱形哈，它有这样子斜的地方，对不对？就这样画起来，连起来。好，它就是这样子，就顺着这个菱形，然后再来这边这一侧这样子，好吧？那其实就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圆弧，这个圆弧，然后这一个圆弧，再这一个圆弧，就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就这样，然后再旋转几圈。这个缠绕画是为自己而画，没有为了谁，所以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说过哈，在我的课堂里面，我们都没有作业，我们只有作品。大家品味一下哈，作品跟作业之间，这两者有什么不同？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哟。好，这样子画好了之后，其实你后面你里面要做什么样的装饰都是无所谓的。一种它是这种画法，它就是画这个点点。在菱形里面有点点，里面就是画光环线。它光环线做了粗细的变化。
那这个的话就是一样哈，在这个格子里面，它就是画了一个点，里面用那个斜线，题差就是涂的灰色，哦，随便里面怎么填都可以。那就来画在这边的位置好像多一点，我们就画在这里好了，这边随便画出一个位置出来。好，重点是我们这个星星的位置。好，那我可以用铅笔哈，做一下，做一下记号。好，那这边因为会出去了哈，出去了不管它。那我要开始画了，希望不要翻车。发现我自己有一点状况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边因为这个刚好是在星星里面哈，我们要跳过，不要画。好，那这边来直接开始了哈，圆弧，圆弧。好，这边要想象一下是在这个位置，哦，要跳过星星。这边出去了，对不对？我不画，然后这边是这里，这边出去了，然后这边这样子，这边这样子过来哦。我对于不熟悉的图样的建议是，你画过一次，试试看，喜欢就把它画得更熟练一点，好，以后就可以经常运用。不喜欢也没有关系啊，对不对？没有人规定我们一定要喜欢所有的图样，其实蛮考验我们自己画画的时候要专心。像我这样子，又要画画又要讲话，我自己都蛮吃惊。好，里面的话我们就根据这个 app 哈，根据它一样，我们就画内光环线就好了，不给自己添麻烦。好，我这边稍微做一点点变化，我在中间画圆圈，然后连出去。做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哈，把它的这个内侧加粗，给它一点点的涂黑哈。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想，是因为这里啊，我们第一个图样这边有画了好多的黑色。那如果说我们照原来这样子的话，其实它会有点孔，就会显得这边很重，这边很轻。那就是为了要平衡它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会稍微想要加一点黑色进来。
我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圆画哦，就让它稍微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好，这个也是，诶，我们今天都抽到官方图样了。好，这个图样很简单哈，先画这个牛毛草，当然你从任何角度都可以啦。然后可以再继续长出来哈，从一个地方继续长。然后就是画光环线，那下一个步骤就不能再简单了，就是把这些空的位置，哦，就是用这个烈酒，就是小珠珠，就全部把它填满。哦，其他的地方我就不填了，哦，慢慢的就是自己把它填满就可以。哦，是一个蛮好的图样，看起来好像应该就是这个位置吧，对不对？这个面积比较大一点，那我就随便画了哦。好，我尽量要画到这个边哦，因为考虑到它需要有一个边界，我们才能涂气泡酒。就是那个圆珠珠啊。好，这边再来一个，我要连过来咯，你看这么大一个。好，这边跳过星星，拉过来。好，我假设它这个已经过去了，哦，又夹在底下，然后这边再来一条。好，然后是画光环线。哦，我们就是特别要注意，在这个星星旁边哈，一定要避开。其实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从后面画的技巧。然后细的地方哈，可以稍微涂黑，不涂也可以啦。我个人会比较喜欢涂黑。那碰到第一个图样这个地方就不要再涂了，因为它会变成连成一片，整个都黑黑的。哦，像在这边的话，你看这个星星这一角哈，我刻意把这个圆圈画的特别的大，它就会形成一种这种留白的效果，会比较明显。哦，所以不是说你就沿着这个留白的边边去画哦，而是你要制造出一种你有一个图形被它挡在底下的那种感觉，哦，那种留白的效果就会比较明显。好，哦，今天又是这个格子状的，这个叫 broad leaf。首先它会是一个带状的图样啊，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带状的区域画出来。
稍微有一点点 S 曲线，轻轻微的，不是很大幅度的。先把这个区域画出来，这边这个角到这个角哈 ，A 到 B 点哈，这个这样子斜对角，画出这种细细的，这个叫做什么形状？我也不会说。再下一步，我会建议啊，这样子弯过来会比较好画一点。这里稍微进来一点，这个地方也是 S 曲线。哦，从这里这样子画过来，这样子，这样子，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涂黑，这个地方涂黑，这个地方涂黑，就这样子。这个两条黑线哈，其实它们是平行的，同样的方向，这样子。涂黑，大家可以稍微练习一下哈，你练习确定了再画在纸砖上面。我就画，你看哈，这边会顺着这一条，我们就这样子，这一条的位置，好吧？所以我等于是会是在这边哈，我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形状，这个带状就变成漏斗形，这样子来画，哦，就沿着这个位置这样画下来。好，所以它会是，因为我自己也很不确定哈，所以我要试试看，用铅笔画一下，那就两个就好了。哦，对，星星遮住了，然后这里是这样子，这里是这边，这里。好，我大概知道了。就算画错也没有关系，对不对？No mistake。好，我要开始画下去了。你看，有星星的好处就是它挡在这里，就算我们画错了，也没人看得出来。反正就这样，对不对？好，那我把边边加粗一下。那这一个中间的我再加线条，让它变粗一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珠珠，所以这边也来。加粗加粗。那我接下来要做阴影的部分呢，我们不做很细部的阴影，毕竟我们这一个图样好像蛮复杂的，那我们要有一个所谓的大局观这样子。那我们就直接用我们前面的彩色铅笔。哦，你如果用普通的HB 铅笔也可以，那我直接就用这一个哈，
那我这边直接就用蓝色的，我把这个当做一整块，我就不去逐一做每一个珠珠的阴影了哦。一样记得碰到星星一定要避过去啊。好，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拿出我们的水笔哈，你不用也可以，那我是示范给大家看。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就是笔尖的位置哈，就是朝着这个我们画的这个阴影的位置，这样子画，你看它这个颜色的渐层就会很好看。哦，那个阴影的效果是非常自然，就是笔尖去把它撸过一遍。那这边哈，这个像蜘蛛网这边，我们同样，我现在换成紫色，在这个三角的区域哈，就是像画一个 V 字形这样子，左右两侧，同样的用水笔啊，用简单的用铅笔做阴影吧。这个珠珠稍微做一点微笑阴影，然后拿直插笔稍微的推一下，又拿蓝色，然后这边我看看怎么样弄这个位置。等于是这个中间哈，我有画这个珠珠的位置的左侧这一片三角形，我要让它颜色变深，右侧不用，就只变一侧就好了。制造出左右两边颜色不一样的效果。白炭笔来这边，白炭笔先做，然后是棉花棒，这边中间的位置，这个刚刚左边我们加了颜色，那右边我们就加白。哦，你看这样子颜色的对比就出来了。好，来10号水样笔，稍微点一下。好，然后这个
给它一点高光。樱花的 Jerry Roll Metallic Gold，这边一点点。这个我们这个图样的这个菱形部分哈，中间就画一个金色的点。中间也来一个。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再给它补一点，中间哈，让它更白一点。用手擦一下就好。嗯，还不错吧？是不是有点好看？OK，好哦，那我要签名了。其实像这样子的作品，任何角度都是可以的哈。这个就是缠绕画特殊的地方，我就签在这里了。好看吧？又不是很难，只要是细节比较多啦，我们要注意一下，然后直接用这种那个水溶性彩色铅笔哈，来把这个星星的位置把它这个草稿先打出来。我这边好像沾到脏脏，把它擦一擦。哦，就只是把这个星星的位置留出来，可是它的效果就特别好看。那如果说想要再更强调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在星星旁边哈，用铅笔稍微的加一点灰，它的效果就会更明显。倒不用全加，就适当的大概是加一些，用纸擦笔稍微撸一撸。哦，这样子效果又更明显。嗯，好玩吗？大家感觉如何？我很期待看到你们画的耶，我不知道你们画出来效果好不好。那你们画好的也可以就放在我们的脸书社团缠绕魔法村里面啊，期待能够看到你们的创作。那接下来也请大家多关注我的粉丝专页，我在粉专的话都会分享，我如果有工作坊或者是有其他的活动的话，都希望也欢迎大家来参加。那谢谢大家来共度这个1个半小时的时光。